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星条旗报的消息称，在最新一次的中美模拟对峙中，美军对于台海局势的干扰再次惨败。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在此次模拟对峙中，美军套用了30年的战法，这一战法是海湾战争时美军所用的套路。该战术能使自身在开战前建立起信息优势，但在此次与中国的模拟对峙中，美军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做到对战场的绝对控制。相反，假想敌解放军的打法不一般，完全颠覆了美军的信息主导战略，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据了解，因为海湾战争所取得的战果，所以美军早就习惯于建立情报优势，确保单边战场情报的透明度，就像第一次海湾战争。但是在此次模拟对峙开始后，模拟美军几乎立刻就失去了进入其网络的权限，而信息优势丧失的结果，就是对网络过分依赖的美军变得不再会打仗，迅速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从美媒的报道中很容易看出，这次美军惨败解放军后，美媒的说法不一样了。以往都是中国会赢或者美国会赢，但是惨败中国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而且这次美军模拟中美冲突还发现解放军的打法不一般。好家伙，如果这句话属实的话，那解放军可要提高警惕了。中美之间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交过手，现在美军连解放军的打法都知道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毫无疑问，这次美国国防部的意图依旧是那么老一套，那就是招呼国会给他打钱。回首中美军力对比，尽管差距在迅速缩小，但缩小归缩小，差距仍然存在。美国当前模拟中美对峙也不过是局部对峙，根本不能说明中美打起架来到底谁输谁赢。不过这次模拟对峙中，其实仍然有一个点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那就是美国人仍然想要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中美交往了这么多年，要说美国人不清楚中国的底线是什么，那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所以围绕着台海局势，美国人不停地在这上面做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坚定中国人的信心与决心，加速两岸统一的进程。如果美国国防部是在用这种方式来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对峙做铺垫的话，那解放军必然随时奉陪到底。目前阿富汗的局势依旧十分紧张，在美军撤离之后，失去强力支援的阿富汗政府军简直不堪一击。塔利班趁势夺下了阿富汗大量土地，美军眼看自己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扶持起来的武装力量即将被摧毁的时候，终于沉不住气了，并开始在撤军之后又派出战斗机对塔利班实施大量空袭，想借此来帮阿富汗政府军暂时稳住局势。有意思的是，在美军空袭塔利班之后，俄罗斯和中国也相继出招了。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显示，俄军将以演练消灭越境恐怖团伙为主旨，于近日会联合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边境周边区域进行军事演习。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选择这个时候在阿边境举行军演，虽说是为了打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团伙，但是恐怕还有个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监视美军。因为在此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公开表示，对塔利班的空袭将会持续到8月底，而这1个多月在阿富汗逗留的美军必定会给俄罗斯带来一定威胁，所以俄军此时的军演有着明显警告美军的意味。另外，塔利班在7月初还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俄方表示，只要塔利班不与俄为敌，愿意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俄军这次军演也不排除是在声援塔利班。毕竟美国是俄塔双方共同的敌人。在俄罗斯出招之后，中国紧接着也出招了。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前脚刚离开天津，中国外长王毅又在相同的地点接见了阿富汗塔利班代表。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塔利班仅仅只是一个武装组织，还没完成对阿富汗的统一。在此背景下，中方就以接待美国的规格来会见塔利班代表，估计美国人看到这些会要气炸。不过，这也说明了中方非常重视与阿富汗建立良好关系。因为中国如果想打通中欧经济通道，那么阿富汗就是迈向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所以，如果与塔利班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中国将会节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当然，这一切都得以塔利班与某些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为前提。最后，我们想说，塔利班不仅在阿富汗的土地上取得节节胜利，现在似乎还抱上了中俄的大腿。在其遭到美军空袭之后，中俄就相继做出动作来与美叫板，也许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的信息量极大，
那就是阿富汗的局势或随着中俄的举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事情最开始是在7月30日，当天央视的一档节目中主动曝光了我国素有夺岛神器之称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而在画面中也时常有舰载直升机在甲板上进行起降训练。此外，有细心人士还发现075型的背后还存在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海上正常的起降训练，通常不会有专门的补给舰跟随，而这一次的训练中却出现有901型综合补给舰。加上当前的台海局势，这显然意味着我国这艘夺岛神器是处于战备状态，正在进行海上战备训练。075型两栖攻击舰在我国海军序列中意义非凡，光是入列仪式的时候就是罕见的高规格，我国最高领导人更是亲自抵达现场授予军旗，这其中就已经透露出了我国对这艘舰艇未来在两栖作战时的期望。此前就有我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075型的服役对我国两栖作战能力有着特殊意义，与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配合，组成两栖打击群后，能够在登陆作战中形成强大的对岸火力打击能力，配合其他登陆部队在两栖投送上也拥有不凡作用。实际上，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美国对华步步紧逼，台海问题尤为突出。我国舆论中尽早对台动手、收复失地的呼声不断。此前网上有声音认为，075型的服役就是为了最终统一做准备，而颇为玩味的是，我国相关人士在面对询问是否存在此类准备时，却没有进行否认。加上近期在台海周边军演，几乎就形成了一个对台的半包围状态。如今官方更是主动曝光075型进入战备状态，可以说统一的信号相当强烈。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也有军事专家认真分析了解放军如果动手会在台湾哪个位置进行登陆，该言论和观点也一度引发外界关注。某种程度来说，如今的台海局势已经在华盛顿和台北两方的操弄下走向极端危险的境地，美军机多次公然飞抵台湾，已经把局势的回头路堵死，在未来台海地区地动山摇已经是必然。近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闯入中国南海、黄海，甚至是台海等区域，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挑衅中国，肆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说，全然不把中方的多次警告放在眼里。拜登的上台，显然让这些此前消极对待的美国跟班重新有了底气，仗着有美国的撑腰，越发狂妄，频繁发表涉台言论的日本是一个，在贸易方面叫板中国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如今派出航母进入中国地盘挑衅的英国也是一个。根据相关消息报道称，英国皇家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战斗群于前几日闯入南海海域。从前的日不落帝国之所以这么狂妄，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在背后功不可没。为了与中国作对，英国非常艰难地凑出了这一支航母战斗群，其中包括2艘皇家海军护卫舰、2艘驱逐舰、2艘补给舰以及1艘机敏级潜艇。另外，航母战斗群还包括1艘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和1艘荷兰海军的护卫舰。拼拼凑凑，好不容易航母能够正式起航，结果军舰频发事故，还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如此不顺，一度让外界猜测英国航母战斗群的全球巡航军事行动要停止了。可没想到，哪怕是这样，都挺进了南海海域，这也足以说明英国是铁了心要与中国对抗到底。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警告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当然，这一次中方可不仅仅只有警告，就在英国航母闯入南海之际，解放军48小时内连发3条封海令。26号，广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7号18时至29号22时，在南海一4点连线海域内有军事训练，过往船舶在该海域外5海里以外通过。27号，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号至8月8号，在黄海北部海域内进行实弹射击，禁止外船驶入。青蓝海事局也同一天发布航行警告，7月29号9时至11时30分，在南海一海域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禁止驶入。很明显，这是在告诉英国人别给自己找麻烦。解放军封海演习不欢迎你这种不速之客，如果硬是要来，我军随时奉陪。要是没有域外势力的挑事，南海将一直会和平稳定下去。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跟班们接连挑衅，中国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警告没有用，那么解放军将全面出击，这一次就是正式宣战。如今的英国只配做美国人的炮灰，同样的，美国也是时候该着急了。中国强硬态度已经摆在这儿了，若该国继续怂恿别国挑战中国底线，作为主犯的自己也别想逃。就如很多分析学者所言，很多时候关门打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